连续23年，在亚太商业圈有一个几乎不可能被打破的垄断记录。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ICCA 的数据，咱们新加坡已经连续23年稳坐亚太区最佳会展城市的头把交椅。很多人平时路过新达城或者金沙，可能觉得办展会不就是搭个棚子，租个场地，收个门票吗？其实真没那么简单。平时咱们说的大众旅游，那赚的都是辛苦钱，而会展经济赚的可是金字塔尖的真金白银。今天咱们就来硬核拆解一下，作为一个连地图上都要放大好几次才能找到的小红点，新加坡凭什么能在香港、曼谷、东京的围追堵截下，依旧稳坐亚太区最佳会展城市第一？在拆解新加坡的满级操作前，咱们得先弄懂 MICE 产业到底有多暴利。MICE 简单说就是企业会议、奖励、旅游和大型展览。对于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来说，这都是一块留着蜜的风水宝地。你想啊，来参会的商务大佬们花钱哪需要自己心疼？机票、5星级酒店、高端米其林，全是公司或者主办方报销。数据很直白，一个 MICE 旅客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，通常是咱们普通休闲游客的2到3倍甚至更高，更别提他们背后的资本、顶尖技术和行业话语权了。这种乘数效应根本无法估量，所以你看，周边邻居们都馋哭了，亚太地区的城市早就杀红了眼。曼谷主打物美价廉，服务好，东京疯狂砸重金扩建新场馆，香港更是背靠庞大的大陆市场虎视眈眈。反观咱们新加坡，地方小，人工贵，物价还连年往上涨。在这么个地域难度的开局下，咱们没法去拼性价比，只能去拼一种极其稀缺的王牌，那就是确定性。新加坡打出的第一张王牌，就是把整座城市当成一台精密仪器来运转的变态级效率。对于那些1分钟几十万上下的跨国 CEO 和政要来说，场馆多豪华都是次要的，他们最在意的是时间和安全。咱们来看看一个真实的参会动线。从樟宜机场落地，丝滑通过高度自动化的边检闸机，拿行李，跳上德士，一路绿灯开到滨海湾金沙或者新达城的会场，全程通常只要20到30分钟。展馆、顶级酒店、CBD 金融区全被死死地揉进了这么小的一个物理半径里。换做其他超级大都市，光是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堵车就能让你怀疑人生，但在新加坡，通勤成本被压缩到了极致。比快更绝的是安保，办个小展会看场地，办全球顶级峰会看的那可是国家级的安保系统。就拿每年在咱们这儿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来说，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防长和军方高层全来了。这种级别的会，对保密、反恐的要求简直是灾难级的。但新加坡不仅防得滴水不漏，最牛的是，它居然还能做到不封城，不严重影响咱们老百姓的日常上下班通勤。这种极高的系统容错率和绝对的安全感，就是新加坡给全球顶级盛会开出的第一张信任状。但这还不够，能让大佬们安心坐下来的，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，无可替代的地缘软实力。大家懂的都懂，现在这国际局势，大国博弈越来越激烈，这种时候，大型国际会议在哪开，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选择。西方企业去东方怕规矩多，东方企业去西方又怕签证被卡或者面临审查壁垒。这时候，新加坡的人设就成了绝杀。咱们主打一个中立、务实，不随便站队。不管你是中美的科技巨头、全球的金融大鳄，还是 Web3 圈子里的加密货币先锋，在新加坡，大家都能找到一个没有强烈政治偏见、规则透明而且受严格法律保护的地方，坐下来好好谈生意。另外，办国际大会最怕什么？大佬们人到了，重要嘉宾签证没过。新加坡这本护照的免签网络有多强大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配合极度高效的电子签系统，再加上樟宜机场飞往全球上百个城市的密集航线，不管你是从纽约、伦敦还是上海，孟买飞过来，都能以极低的阻力丝滑入境。在这个充满撕裂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新加坡提供了一个极其罕见的东西，那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安心谈生意，不用担心被场外因素掀桌子的绝对中立区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为赚点开会的钱就是全部，那就太小看新加坡的野心了。接下来要说的第3张王牌，也是我觉得最狠的一招，
顶层设计，在很多地方办展会就是旅游局的 KPI， 赚点门票和酒店钱就完事儿了。但在新加坡，MICE 是一场跨部门协同的国家级招商引资大盘。在这里，新加坡旅游局、经济发展局，甚至金融管理局，那是高度绑定的。举个最直观的例子，全球规模最大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节，每年好几万全球顶尖的金融科技大脑和资本涌进咱们这儿。你以为政府只是为了赚这几万人的住宿费和打车钱？格局小了，展会只是一个巨大的流量漏斗。当这些大佬在金沙喝着咖啡聊着天的时候，新加坡的招商团队早就盯上他们了，识别出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和巨头，马上跟进，需要政策扶持、安排，想要税收优惠，好说，甚至直接帮你对接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和主权基金。几天展会一结束，表面上大家各回各家，但实际上留下来的是几十家新注册的企业总部，几亿甚至几十亿的投资意向，还有一大批高薪的就业岗位。新加坡根本不是在单纯办展会，它是在用展会当杠杆，撬动整个亚太的资本和技术，帮本土产业完成升级。这种把 MICE 和国家经济战略死死绑在一起的降维打击，才是其他城市想抄都抄不会的终极护城河。所以你看，连续23年霸榜亚太第一，新加坡靠的从来不是什么天降好运，而是精密的算计、极致的执行和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。从落地后20分钟的通勤圈，到地缘政治的避风港，再到展会与招商引资的深度捆绑，新加坡硬生生给自己挖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行业壁垒。但是牌桌上的游戏永远不会停，香港正在强势复苏，曼谷的基建也在疯狂发力，就连中东的迪拜也开始砸重金入局抢人。你觉得在未来5到10年里，谁最有潜力挑战新加坡在亚太会展业的霸主地位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一起聊聊你的商业判断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硬核又接地气的拆解，别忘了给我点赞，订阅咱们狮城社区百事通，顺手打开小铃铛，下期带你继续看透这座城市背后的商业真相。咱们下期见。